好，我们接下来玩一下新 DLC 巴西的无政府线。想要走这条线的话，我们得先找到最左边的红线，然后一直往右点，点到这个坎加索政变即可。为什么说这条线是无政府线？因为这个坎加索和红色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在游戏的一开始，我们就能看到关于坎加索的描述。坎加索只不过是一群强盗，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眼中钉。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些反坎加索的行动，就会降低稳定度。如果我们在红线中选择使这个坎加索支持我们的视野，也能看到坎加索多年来一直与各种政权做斗争，尽管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但他们在重新分配地方财富方面得到广大农民的强烈支持。关于这一点我不太好说，说好听一点，他们可能类似于是梁山好汉之类的人物，但是终究和这个红色没有任何关系由于在原版中只有4种意识形态，所以我们这个坎加索就只能被归类为无政府了。为了能尽快发动革命，我们还是先不点那些能加军功的国策了，直接最快速度把政治线走完。巴西红线的第一个国策叫第2次巴西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有一些渊源的，因为这个第1次才刚刚失败。第1次革命就是为了推翻这个瓦加斯政府。我们现在这个开局的时间点离第1次革命失败才过了1个月，我们就立刻开始第2次了。巴西作为一个南美大国，不管是硬核狠人还是硬核蟹人都非常的多第1次革命的领导人目前还关在这个监狱里，如果我们走这个与莫斯科结盟这条线，就能把他放出来了。关于这位红色领袖，我特意去查了一下，他的经历还是挺传奇的曾领导游击队进行25000公里的长征，被称为希望的骑士。具体的我就不在这儿多赘述了，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搜一下。因为我们这局要玩的是右边这条线，就看不到这位传奇人物了。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2个国策是互斥的。开局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就挂机种地等着内战就行了。至于种地种在哪儿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块我们国家东北方向这边会有坎加索活动，会减我们建造速度。还有一些地区是被忽视的地区，减的建造速度更多，所以最好避开一点。因为我们这局要支持坎加索，所以关于它的威胁我们就不管了。最快速度把这个国策点完即可。爆发内战的条件是支持率高于 35%， 所以我们优先把这些加支持率的安排上。看了一下巴西的内阁，高手还是挺多的，不过多半对于我们来说都没用，甚至可能会是副作用，所以还是优先把这个加支持率加的最多的人安排上。目前来看，我们红色涨得还是挺快的，没多久就能内战了。渗透军队这个国策我觉得没必要点，他就给我们多来2个将，意义不大，还不如赶紧把这个军功给他点出来。把右边通用国策里的3个军功拿到手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内战了。到了36年的11月，我们内战就要爆发了。由于这个内战非常简单，我们就不删部队了。内战爆发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新刷出来的这些民兵师还是非常多的，其中有8个师是红色民兵，3个师是这个坎加索，就是我们刚刚点国策送的。这2个编制实际上没有区别，就是送给我们跑马用的。双方部队都不多，就看谁先把谁跑完由于我们内战分到了一些船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登陆。登陆的话比跑马快一点，直接拿几个港口就结束了。
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光速打完了内战，甚至都没来得及点战时经济啊。主要也是因为巴西的胜利点就这几个港口，全部登下来就直接结束了。视频到这儿，我们短暂休息一会儿。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个新手机，毕竟现在用的手机已经是3年前买的了。虽然用起来没有卡顿，但也想试试新机型。然而新出的手机都是非常贵的，对于手头不是很宽裕的我们还是很棘手。不过恰逢淘宝100亿补贴、100亿秒杀节，现在上淘宝搜索淘补贴655或者退出全屏，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直达我的专属会场，最高再领1000元大红包，补上加补。像这款 iPhone 15 128G 版本，全网低价4979，现在到手只要4588，官方补贴了359。或者这款小米14原价3787，现在到手只要3499元，官方补贴了288。红米 K70 原价2489，现在到手只要2179，官方补贴了310元。除此之外，海量零食百货等热门爆品通通补贴超低价。淘宝承诺官方正品补贴降价，拒绝成货甩卖，只做尖货补贴，更心动的选择，更美丽的价格，让你更优雅的省钱。全场假一赔十，买贵必赔，还有专属客服保你无忧购物。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点我评论区链接，即可直达淘宝100亿补贴、100亿秒杀节。记得买啥前都先上淘宝100亿补贴比比价。内战结束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坎加索政变了。当我们点完坎加索政变，我们这个红色的领导人就变成了蓝皮昂，他的buff 是匪帮革命，减了10%的稳定度。我个人觉得蓝皮昂来当红色领导人还是有点荒谬的，只能说这个批设的架空线实在是太抽象了。关于百科中对他的描述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强盗团伙啊，到处烧杀抢掠，并且与这个警察发生了200多次冲突。可能是因为这个时期巴西的警察多少也有点问题，所以他算是坏的里面偏好的一点。也可能是因为他劫富济贫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他的名声没那么差。不过最终他还是失败了，所以他这段历史啊，估计也有可能恶意抹黑的成分啊。关于百科中的评价，说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英雄，如果在当时这个复杂的时期硬要标榜一下的话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不过说来说去，我们这本就是一个架空线，本就是一个不讲逻辑的游戏，所以没必要那么认真。或许以后会专门给他改一个无政府出来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当红色的来玩吧。接下来我们的国策就很简单了，把这个科研槽一开，然后最快速度把国策点到下面这个终结南美资本主义。这个国策点完，我们能获得所有民主和中立主义国家的战争目标啊，就可以直接宣战了。然后再点一个获得这个拉丁美洲核心啊，我们就瞬间能把整个南美都给它核心了。个人觉得这条线还是挺离谱的，我们只需要攒部队就可以直接齐宣王了，一口气打下整个南美，然后再去欧洲帮一下苏联。想要在南美称霸也没那么难，我们前期多造点火炮就可以了。到时候齐宣王优先把靠近的这几家全给他灭了啊，然后滚雪球即可啊。这边有一个互斥国策，我本想选无神论国家的，但是它减10稳定度太伤了，所以只好选右边的了。右边这个是社会主义神学家，从描述也能看出来啊，这个和普通的神学是不一样的。点完无产阶级的平等之后，直接为我们解锁了一个新的部队指挥官，奥尔加·贝纳里奥·普列斯特斯。这位指挥官我看了一下，还是一员女将啊，而且他的技能是这个苏维埃间谍。在这个顾问里面可以看到啊，关于这位女士我也专门查了一下，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啊。我原以为她是苏联人，没想到她还是这个德国人啊。她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国际，并且成为了讲师，在各国协调反法西斯活动。之后在这个3、4年啊，接到任务帮助我们开头那个巴西共产革命的领袖返回巴西，并且和他成为了夫妇。然而在巴西的起义失败之后，他就被捕了，
最后被巴西送回了德国。回到德国之后就一直没能被救出来，最后死在了集中营，只能说有点可惜了。在这个政治顾问里，他是苏维埃间谍，这么说感觉有点牵强，或许应该有一些更好的称谓来形容，不过这个得看作者怎么想了。下面这个国策要我们有20万兵力才可以点，可能是这个设计师怕我们兵太少打不过啊，那我们就再稍微做点空编制出来吧。和苏联改善了一下关系，就可以点这个国策了。我们肯定是加入共产国际轻松一点啊，自己组阵营的话，之后还是要帮苏联打，不如早点加入了。加入共产国际之后，我们就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了。不过为了最快速度统一南美，我们就先不去欧洲了。接下来就是先把这个国策点了，然后再点一下建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，获得全核心之后就无敌了。到这个38年年底，我们就能直接宣战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见一个打一个啊。如果想玩的刺激一点，可以直接全宣了。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门罗主义啊，所以我们在南美洲大杀特杀，美国是不会管的啊，我们高枕无忧。消灭的国家地我们直接全吃即可，因为我们有全核心，所以无所谓。正常情况我们都是能在38年底攒出24个30宽部队的，我们现在就是9步4炮，非常标准的30宽。周围国家都没人保读，我们直接打就可以了。这边可以先研究一个山地步兵，待会儿给我们部队装一个游骑兵啊，不然这些山脉实在太难打了。打得太快了，导致我们这个国策都没来得及点啊，可以先歇一会儿。这边先宣战一个哥伦比亚吧，这样的话能把他的部队先引到这个亚马逊来，然后我们从侧面把他家给偷了。这个复活节岛我们居然没有核心啊，那可以专门给他放一个国家出来，这个放谁区别不大。拿下智利之后，我们已经有54个军工了，直接设计一款中坦啊。等了一下这个山地步兵的科技，然后我们换上游骑兵啊。哥伦比亚的部队属实有点太慢了，已经让他打了好久了，结果他连这个亚马逊一半都没走到啊。
那我们待会儿直接从下面去偷他家了呀。突然发现一件绷不住的事，这个厄瓜多尔已经被英国保障了，然后后面的一些国家啊，比如这个哥斯达黎加被法国保障了，洪都拉斯被英国保障了，这个 AI 是保障瘾犯了是吧？点数用不完，全拿来保障了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我们待会儿就不打了，打了这么多地也够用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放他一马，我们部队先去登陆一下委内瑞拉，这个位置直接登陆即可。感觉也不用专门和他绕了，我们顶着这个缺补给强行打过去都打得过。不知道现在宣战会不会被拉进轴心国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10个师一起登陆了。这局比较离谱的是，这个英法都在保读南美的国家，导致波兰都没人保啊，波兰就直接被德国吃了。虽然说我们点完了这2个70天的国策，能获得南美洲所有国家的这个战争目标，但是巴拿马却没有啊，很怪。往年这中美洲的几个国家都有这个目标，就偏偏巴拿马没有，难道已经默认它属于美国了吗？至于这个驱逐帝国主义的国策，我觉得没有用。我之前试了一下，就是花政治点让 AI 把这些地放成国家，但是我们要打的话，还是得再正当化一下，有点浪费时间了。而且 AI 一保读，我们就白搞了。由于篇幅有限，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儿吧。下一集争取给大家打成酋长啊，就是把欧洲这几个国家全部消灭掉，顺便再消灭一个美国。